我怀孕的时候，竟看到丈夫和姐姐在车里苟且，他们还把私生子给我抚养，我装作什么都不知道。丈夫的车疯狂震动着，我走近一看，他们俩那不堪的样子尽收眼底，摸着微微隆起的小腹，心里满是冷笑。姐姐问丈夫，人家未婚先孕，你说咋办？丈夫回应，我想办法。生产的时候，丈夫说生了龙凤胎，我装作啥都不知道。17年后，儿子考上了清北，可女儿却得了抑郁症。姐姐逼我女儿跳楼后，还跑来向我耀武扬威，儿子是我亲生的，我要认他回来。我冷冷一笑，好呀。从医院回来，我瞧见丈夫的车停在小区楼下，那车跟疯了似的疯狂震动。我满心疑惑，走近一瞧，好家伙，车里丈夫钱晶和姐姐秦柔正在干那见不得人的事儿，他们白花花的身子交叠在一起，这场景让我震惊不已。可更让我愤怒的是他们的对话，人家怀了你的孩子，你说咋办吗？人家还没结婚呢，你又不跟秦飒离婚，害得孩子生出来就没爹。钱晶气喘吁吁，跟个不知疲倦的机器似的。你安心生下来，秦飒有钱都让他养着。秦柔那身子像蛇一样柔软，缠上钱晶，哎呀，你轻点儿。算命先生说这胎是儿子，我气得狠狠攥拳，指甲把手心都抠出血了。几个月后，我在医院生下双胞胎，钱晶高兴得跟中了邪似的，笑得嘴都合不拢。他亲着我的额头，一脸幸福满足。老婆真好，咱们儿女双全了。我躺在病床上，虚弱地问，好几个月没见姐姐了，她咋也不来看我。我装作很失望地抱怨，姐姐是不是不要我了？我给她打电话，她也不回。爸妈去世后，我就只剩姐姐了。钱晶神色僵了一下，很快又恢复过来。老婆别多想，你这是产后抑郁的征兆，你安心养身体。我想办法联系秦柔，她可能出差去国外了，等她回来，我就让她来看你。没多久，钱晶就把秦柔找到了。看着秦柔苍白的脸，我拉着她的手关心地问，你是哪里不舒服？姐，这世上最亲近的人就咱姐妹俩了，你可得好好的呀。秦柔心不在焉地应着，眼睛却像探照灯似的盯着婴儿床里的2个宝宝，问哪个是儿子呀？我抱抱。钱晶把儿子钱安抱给他看，姐，我让孩子都姓秦。钱晶也答应了。我想将来把咱秦家的产业给2个孩子平分，你没意见吧？秦柔眼睛一亮，兴奋地点头，姐姐都听你的。姐，女儿叫秦明明，你也抱抱。小家伙跟瓷娃娃似的，吃饱了就睡，可省心了。在我的注视下，秦柔不情愿地把女儿抱起来，刚到她手里，孩子就哇的一声大哭起来。我急忙把孩子抱回来，打开薄被，孩子软嘟嘟的小屁股上被掐得紫了一片。我怒吼，姐，你怎么掐我女儿？姐姐笑嘻嘻地回我就闹着玩呢，谁知道这孩子这么不经懂。我气得脸色发青，见我生气，钱晶赶紧把秦柔送走。我让月嫂看着孩子，悄悄跟着钱晶和秦柔出去。一离开我的视线，钱晶就毫不避讳地把秦柔搂在怀里。老婆，你赶紧养好身体，我都等不及了。秦柔眼里满是歹毒，我警告你，你不能再碰秦飒，你要是敢碰他，我就把儿子的事告诉他，小心他知道了，让你鸡飞蛋打。钱晶连连答应。秦飒躺在床上硬邦邦的，跟木头似的，哪有你娇柔可爱？我发誓，我不碰他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把咱们的儿子照顾好。说着，就抱着秦柔肆无忌惮地亲起来，两人又亲又摸，好半天才停下。秦柔还是不放心，找个机会，你把秦宁宁那个小丫头片子弄死算了，免得她长大了跟咱儿子争家产，杀人会犯法的。钱晶安抚秦柔，你放心，小丫头在我眼皮子底下，我不会让她给咱儿子造成威胁的，弄死不容易，养废了很容易。我悄悄回到产房，这对歹毒的狗男女竟然想对一个襁褓中的婴儿下手，人在做，天在看，老天爷肯定会惩罚他们的。在医院住了1个星期，我回到家，我提前请了3个月嫂，2个帮忙照顾2个孩子，1个帮我做饭洗漱。钱晶每天照常上班，他觉得自己提供了小蝌蚪就万事大吉，当起了便宜爸爸。秦柔呢，明明自己也在坐月子，却不做，天天往我家跑。他一来就抱着儿子秦安安亲个不停，舍不得放手。我看着儿子肉嘟嘟的脸颊上沾满他的口水，嫌弃的直皱眉。姐，你小心点，别把病毒传染给孩子。不会的。他顿了一下，急忙改口，大儿子健康着呢。我嫌弃他有病毒，这似乎给了他启发。他放下儿子，转而抱起女儿，开始一顿乱亲。女儿对他有种天生的排斥，到他手里就拳打脚踢，大声哭嚎。有一天，公司有急事找我，我临时到书房给公司中层领导开会。保姆把冰箱里我挤出的母乳拿出来，加热后给2个孩子吃。秦柔自告奋勇让保姆下去休息，
他来给2个宝宝喂。开完会，我听到儿子哇哇大哭，哭得撕心裂肺，女儿也在哭哭唧唧的叫。我觉得不对劲，赶紧往卧室跑。秦柔正在给儿子喂奶，本该2个孩子1人1瓶，他却全都喂给了儿子。我一把抢过他手里的奶瓶，秦柔，你会把我儿子撑坏的。安安噎住了，鼻孔里都在淌奶水。你再看看宁宁，饿得一直在啃手指，你怎么不喂他吃一口？你这么大个人，眼睛瞎了吗？我沉着脸，生气地推开秦柔，一个是你外甥，一个是你外甥闺女，你就不能一视同仁？秦柔比我还理直气壮，男孩子是要为咱们秦家传宗接代的，多吃点，长身体。丫头片子，早晚要嫁给别人家去，一个外姓人，少吃点还能饿死吗？我气得一巴掌挥上去，打在他妆容精致的脸上。你也是丫头片子，你怎么不少吃一顿？秦柔没想到我会打他，他愣了好一会儿才反应过来，捂住脸指着我，刚要说话，钱晶进了屋，他立马转身朝钱晶扑过去。你看看，秦飒打我，那夹子音里带着娇滴滴的骚气，直接扑进钱晶怀里。钱晶抬头看见我瞪着他，他赶紧一转身，灵敏地躲了过去。秦柔一个踉跄，直接撞到墙上，顿时房间里响起杀猪般的惨叫，秦柔鼻血喷出，昏了过去。晚上我脸色很难看，钱晶小心翼翼地哄着儿子，一副爱不释手的样子。我抱着女儿，小口小口地给她喂奶。她试探着叫了我一声，压低声音解释：“老婆，今天其实是个误会。”我冷哼一声，不知道的人还以为秦柔是你老婆呢。你是妹夫，跟大姨子得有点边界感，不知道吗？钱晶心虚得很，面红耳赤，目光躲闪。都听老婆的，明天我就告诉她少往家里来。时间过得飞快，2个宝宝上小学1年级了。随着孩子长大，他们的性格脾气差异明显。女儿宁宁性格懦弱，不善言辞，上课还常走神；儿子安安则开朗活泼，学习上进，很受同学喜欢。我利用人脉把儿子安安和女儿宁宁安排在一个班，有儿子护着女儿，免得她在学校被霸凌。看着孩子们一天天长大，我开始往返国内外谈生意。父母去世后，留下庞大的公司，公司里近万名员工都要赚钱养家。我是孩子的妈，也是公司法人，我得保证孩子们健康成长，还得让公司年年盈利，因为每个员工身后都有一个家庭要养。不管多累，我都不能倒下。我的婚姻是失败的，但在我的努力下，公司发展越来越好，孩子们也乖巧听话，我对现状挺满足。直到有一天，我无意中看见秦柔把女儿宁宁推倒在地，还扇了她一巴掌。我怒火中烧，直接冲下车。我出差国外1个多月没见的一双儿女，下了飞机正好赶上放学时间，我让司机开车送我到学校门口，没想到竟看到秦柔在打女儿。你个丫头片子，哪来这么贵重的玉石？肯定是偷来的。宁宁捂着脸哭，你还给我，那是我妈买给我的生日礼物。秦柔狠狠踹了女儿一脚，你骗谁呢？这是和田玉的佛宫，价值几十万，我都没见秦飒戴过，他怎么舍得给你买？小丫头片子，小小年纪就谎话连篇，不学好。他手里攥着那价值不菲的和田玉佛宫，还对着太阳光晃了晃，然后心满意足地揣进兜里。宁宁抱住秦柔的大腿哭，咦，我没撒谎，这是我妈给我买的。我心情不好，我妈说这是保佑我平安的，求你还给我。你抢我的手表，抢我的手机，我都不跟你计较，求你把佛宫还给我。秦柔不为所动，又狠狠踹了女儿一脚，你不配拥有这些东西，你自己没赚钱能力，都靠你妈养着，花别人的钱，你不嫌丢人吗？秦柔蹲下身子，狠狠掐女儿的脸，记住了，女孩子就该穿戴朴素些，不要乱花家里的钱，能吃饱穿暖就行，记住了吗？以后你妈再给你买昂贵的东西，你都给我拿来，我给你保存。宁宁抹了一把眼泪问她，妈妈给我和哥哥买的都是一样的，你怎么不把哥哥的东西都拿走？你为什么非得抢我的？秦柔又扯住女儿耳朵狠狠拽，小丫头片子，你还敢顶嘴？哥哥是秦家将来的继承人，他值得一切美好昂贵的东西，你是个赔钱货，是给别人家传宗接代的工具，你不配跟哥哥一样的待遇。女儿呜呜哭，你们都欺负我，你们会遭报应的。我冲上前，一脚把秦柔踹飞，秦柔捂住肚子，疼得龇牙咧嘴，看清楚是我后，一脸吃惊，秦飒，你怎么回来了？我再不回来，你就把我女儿欺负死了。我气不过，左右开弓，扇了他2个嘴巴。秦飒，我替你教育孩子，你竟不知好歹。秦柔还敢跟我犟嘴，你闺女成天吃香喝辣，穿金戴银，她一身的行头够普通人家1年的开销，她这是奢侈浪费。我冷笑，我自己努力赚的钱，我愿意给我的儿女花，有本事你也赚钱给你的孩子花呀。想精神上控制我女儿，你做梦。秦柔顿时哑火。晚上回到家，我到女儿房间问到底是怎么回事，女儿跟我说了原委。原来
秦柔从初中开始就频繁接触女儿，每次接孩子放学，钱晶都带着秦柔。钱晶会找借口带着儿子离开，只剩下女儿和秦柔时，秦柔就开始对女儿各种挖苦和贬低。傻丫头，你怎么不告诉妈妈呀？我心疼地把女儿抱在怀里，妈妈是你永远的后盾。女儿哇的一声大哭出来，他们威胁我不能告诉你，他们说你会因为我分散精力，公司项目谈不成的话，我就是公司的罪人。妈妈，对不起，我是你的累赘。大姨说的对，我真是吃白饭的，不但不能帮你，还老给你添麻烦。我觉察到女儿的精神出了问题，我安抚她睡着，联系了精神科大夫，打算明天带她去医院。可是当晚就出了意外，女儿从别墅的3楼跳了下去，幸亏楼层低，明明双腿骨折，没有生命危险，住进了医院。在秦柔长期的精神打压下，女儿被确诊为抑郁症，又因为骨折错过了高考。儿子秦安安则考上了清北大学。我给他办升学宴时，秦柔不请自来，她一脸得意和炫耀。秦萨，秦安安是我的儿子，今天我要认他回来。我笑笑，好啊。宾客中一片喧哗，议论纷纷。秦萨的儿子是秦柔的妹妹，把姐姐的儿子培养成学霸，现在姐姐要来摘果子。豪门的恩怨咱不懂，这回可有好戏看了。是啊，好戏马上开演，逼我女儿跳楼，抢我学霸儿子。今天我要来一场大清算。儿子秦安安震惊地站在原地，眼里瞬间涌上泪水。妈，我不是你亲生的。我赶紧安抚地拍了拍儿子的手背，让他先别慌。秦柔，你说安安是你的儿子，证据呢？秦柔那副模样，自信满满。17年前我在医院生了儿子，结果被医院给报错了。当时大夫明确告诉我，生的是儿子。你亲眼看见你生的是儿子吗？我语气平淡。你说安安是你的儿子，可你一直未婚，哪来的儿子？我叹了口气。秦柔情绪激动得很，根本没察觉我在给他挖坑。他想都没想，直接脱口而出：钱晶是安安的爸爸。宾客们顿时炸了锅。啥？秦萨老公出轨自己妻姐？秦萨可是厉害的很的女企业家，咋嫁了这么个不知羞耻的男人？可怜秦萨把情敌的儿子当亲儿子养，最后啥都没捞着。钱晶和秦柔真不是东西。都说兔子不吃窝边草，钱晶竟然偷自己妻姐，人群里议论纷纷。钱晶面红耳赤，大家听我解释，我就是喝多了，那是一次意外。后来我跟秦柔真的再没联系了。钱晶自知理亏，扑通一声跪在我面前，老婆，我错了。钱晶一脸哀求，安安虽是我和秦柔的儿子，可却是你把他养大，以后他会给你养老，求你原谅我这一次吧。我满脸嫌弃地避开他，捂住鼻子，连连摆手，哼，肮脏的男人，我才不要。秦总，离婚吧。宾客中有人冲我大喊，钱晶他配不上你。我曾亲眼看到钱晶跟秦柔去宾馆开房。你胡说。钱晶睚眦欲裂，你别挑拨离间。我示意秘书将屏幕打开，根本没人挑拨离间。钱晶，你快看看这个视频。屏幕先是出现一阵雪花，接着很快就有视频开始播放。那视频有些模糊，还不停晃动着，不过还是能勉强看清楚，车里有2个人正在做剧烈运动。视频是当年我发现狗男女在车里运动时偷偷拍下的。宾客中有人小声嘀咕，哎呀，跟岛国片似的。又有人说可不是，钱晶还说是酒后一次意外，这哪是意外啊，这2人就是惯犯。钱晶大喊，关了关了。秦柔也赶紧跑上前，伸开双臂去遮挡一些不堪入目的画面。我的秘书及时把视频关了。秦柔猛了好一会儿才反应过来，她大声质问我，秦萨，原来你什么都知道。我冷笑一声，你该问我有什么是我不知道的。秦柔像疯狗一样朝我扑来，秦萨，你为啥处处跟我作对？为啥要在大庭广众下播放视频？你就是不想让我好过，对不对？你知道我跟钱晶在一起，竟然还忍了这么久，你肯定是有预谋的，是不是？我飞快闪身，躲过秦柔的攻击。宾客们乱成一团，有人交头接耳窃窃私语，有人捂着唇偷偷吃瓜，还有人开启直播号召观众打赏。我大声质问秦柔，秦柔，到底是你有预谋还是我有预谋？你把孩子换给我抚养，不是早有预谋吗？这么多年你跟钱晶纠缠不清还不结婚，不就是想嫁给他吗？你明知他是我老公还勾引他，你还有做人底线吗？姐姐勾引妹妹的丈夫，你不觉得丢人吗？秦柔像个疯婆子似的失去理智，我就是要勾引钱晶，谁让你处处比我强？我不好过，你也别想好过。你抢了本该属于我的一切，我要报复。秦柔情绪激动的眼泪鼻涕呼了一脸，谁让你回家抢了我的位置？本来我才是这个家的千金小姐，你回来后害得我没了家，我恨你。你为什么不死在外边？你有富豪爸妈，有丈夫，有成功的事业，还继承了公司，我不服，我得不到的就要摧毁。我故意勾引钱晶，不但勾引，还和他生儿子让你养，而你就生了个丫头片子，
还是个残疾的赔钱货。秦柔癫狂大笑，现在我是人生赢家，我抢了你男人，还认回了学霸儿子。人群里嗡嗡一片。秦飒和秦柔不是亲姐妹呀？听说当年报错了，后来秦飒找回来，秦家没把秦柔送走，还当亲生女儿养着。哪知道秦柔是个白眼狼，不知感恩还撬走妹妹的丈夫。那边宾客议论纷纷，这边秦柔口不择言，我有儿子有老公，以后还要继承秦家的家业，我要让你一无所有。我讽刺一笑，好呀，我等着那一天。钱晶扑上去堵住秦柔的嘴，大声呵斥，你别胡说。秦柔狠狠咬了一口，钱晶不得不撒开手。我想看这对狗男女狗咬狗，但时机还没到。这时秘书给我拿过来一个文件夹，我将文件打开，在狗男女眼前晃晃，看清楚了，这是亲子鉴定，我才是安安的亲生母亲。秦柔脸色顿时一变，你胡说，钱晶，你不是一直都说儿子是我生的吗？钱晶也傻了，不过他反应很快，一把抢过鉴定书来回看了好几遍，然后哈哈大笑起来，是我儿子，是我钱晶的儿子。他兴奋的眼珠子冒光，上前想拉住我的手，秦飒，安安真是咱们的儿子，真好，怪不得安安这么聪明，原来随你了。他跟变色龙似的突然转变态度，我着实惊诧不已，原来人可以这般不要脸，刚才这人还跟秦柔一起欺负我呢，现在却跟墙头草似的倒向我这边。我可不是恋爱脑，他想用几句好话就哄我原谅，简直是白日做梦。我皱着眉，嫌弃地挥掉他的手，钱晶，咱们离婚吧。秦家家训是忠于配偶，不能离婚。我父母去世时也叮嘱我不能背叛婚姻，不能离婚。秦家传承20多代，没有一个离婚的人。离婚的人不能埋进祖坟建列祖列宗。我背负着这条祖训跟钱晶过了近20年，现在终于想明白了，列祖列宗要怪罪就怪罪吧，我实在不想跟这个人扎过下去了。与其内耗自己，不如内耗别人。钱晶万万没想到我会先提离婚。秦飒，秦家人没有离婚的先例，你不知道吗？我从心底鄙夷这个男人，不离婚，等你吃绝户吗？你跟秦柔狼狈为奸，处心积虑，不就是想霸占秦家家业，吃绝户吗？被我挑明心事，钱晶态度大变，离婚也行，秦家家产我得分走一半，我没吃绝户，我们之间还有儿子安安呢。对，秦家家业还有儿子一份，你要离婚也行，家产分3份。秦柔不干了，钱晶，你这混蛋，我也是秦家人，我也有份儿。钱晶再不掩饰他的野心，你是假千金，秦飒才是秦家的真千金，秦家能把你养大，仁至义尽，你还想分割秦家家产，你脑子进水了吧？秦柔挥起酒瓶子朝钱晶脑袋上砸下去。当初和我睡觉的时候，你可不是这么说的，你对秦飒各种嫌弃，说他床上是死鱼，说他不解风情，还说要有耐心熬死秦飒，我们能名正言顺接收秦家家产。现在有安安做靠山了，你又不嫌弃秦飒了。秦柔又喊又闹，突然他想起什么，抓住钱晶撕扯，安安是秦飒的儿子，那我们的儿子呢？你当初不是说大夫告诉你我生的是儿子吗？钱晶懊恼地回应秦柔，我根本就没看见过孩子，当天你跟秦飒在那家私立医院同时生孩子，你俩分娩是挨着，生完孩子就被护士直接抱给秦飒了，还告诉秦飒他生的是龙凤胎。我买通的大夫和护士，没人告诉我孩子的性别。钱晶把头发揉得乱蓬蓬的，是你自己说的，你说算命先生说你怀的是儿子。秦柔大哭，你怎么不问问？你花钱买通他们，连孩子性别都不问。钱晶，你这个混账！钱晶比秦柔理智一些，他迟疑道，那我们的孩子呢？难道宁宁是我们的女儿？提起得了抑郁症的宁宁，秦柔一脸嫌弃，那个死丫头天生跟我不对付，小时候我一抱她她就哭，我宁可没她这个女儿。我打断她，你想认宁宁，宁宁也不想认你，你用卑劣手段给孩子洗脑，害得她得了抑郁症，现在你想认女儿，我都不让。提起女儿的抑郁症，秦柔丝毫不觉愧疚，她反咬一口，秦飒，宁宁得抑郁症都是你害的，你给自己儿子吃好喝好，却虐待我女儿。今天参加升学宴的宾客都没白来，他们看了一场酣畅淋漓的大戏，大家边看戏边议论，秦总这个人心思很深，不然他一个女子也撑不起一个大公司。秦柔说的也有点道理，没准他真是为了报复姐姐，故意虐待女儿呢。秦柔听见有人同情他，嗓门更大了，大家快来看看啊！秦飒本是优秀的女企业家，竟然虐待女儿。我承认，我当初将女儿抱给他养是存在私心，但是他不该虐待我女儿，害得她得了抑郁症。更可恨的是，他逼我女儿跳楼。秦柔坐在地上开始大哭，我女儿如花一般的年纪，被秦飒逼得跳楼了，现在还在医院康复治疗呢。大家都是有头有脸的人物，大家为我评评理呀！有一位年长的阿姨心软下来，她开始责备我，秦飒，我是看着你长大的，
也知道秦柔是你家抱错的孩子，你都能接受一个没有血缘的姐姐，咋就不能接受自己外甥女呢？你和秦柔的恩怨是你们的恩怨，你不该拿秦柔的孩子报复啊！阿姨擦了擦眼角，用失望的语气批评我：阿姨对你太失望了。有其他人也开始附和：是啊，秦萨家大业大，不差一口吃的，咋能虐待一个无辜的孩子呢？可不是，秦总刚刚被评为知名女企业家，他的所作所为不配得到这个荣誉，大家纷纷指责我给秘书使个眼色，他便开始播放另一段视频。那视频里是我接宁宁放学时撞见秦柔正在对宁宁拳打脚踢，我吩咐司机录了下来。这个当初不起眼的决定，此刻成了我跟秦柔对峙的有力证据。视频中，女儿抱着脑袋躲避秦柔的打骂，边哭边求妈妈给我买的佛宫几十万，求你还给我。接着很快出现我冲上去跟秦柔撕扯的画面。视频播放结束，人群先是鸦雀无声，随后有人指责秦柔看着柔柔弱弱的，竟然干这种歹毒的事。是啊，知人知面不知心，抢孩子的东西不说，还精神上控制孩子，真歹毒。秦柔惊慌失措，挥舞着手制止大家，这不是真的，这是秦萨摆拍的，我对宁宁很好，你们千万别相信秦萨，他鬼话连篇的，你们不信的话，等我去医院看望宁宁的时候，我让他亲口告诉你们，年纪大的人爱心软，见不得弱者受欺负。那个阿姨开始站在我这边，冲秦柔喊，你想撇清自己责任，现在就给宁宁打电话，我们要亲口听她说。秦柔犹豫了，她知道自己做过的亏心事。就在她找借口的时候，宁宁坐着轮椅被佣人推进来，不用给我打电话，我来了。我急忙上前，不想让女儿看到这种龌龊的场面。女儿握住我的手，眼里含着泪，妈，我都知道了，我在医院看到有人在直播。她亲了亲我手背，然后擦干眼泪开口，我妈对我很好，她对我跟哥哥一视同仁。在今天之前，我一直以为自己就是亲生的，反倒是她。秦柔宁宁抬手一指，从我有记忆起，她对我都是各种贬低讽刺，我得抑郁症全是她害的。女儿从小学讲起，一直讲到她坠楼，说到最后又指向钱晶，她重男轻女。我穿好看的裙子，她骂我穿出去是想勾引男人；我多吃一碗饭，她骂我胖得像猪。他俩明明是我的亲生父母，却连陌生人都不如。如果可以选择，我宁愿做个孤儿。秦柔和钱晶异口同声：你胡说！宁宁眼泪又涌出来，大家看看，这就是他们的态度。秦柔又摆出一副弱者姿态。我女儿说的不是真心话，都是秦萨教唆的。我女儿是善良的好孩子，这孩子要是在我身边，肯定不是这样的。又有人开始同情秦柔。是啊，要是女儿跟在亲妈身边，也许就不会抑郁。这事儿也怪秦萨。秦萨发现宁宁是秦柔的孩子，直接还给秦柔，宁宁就不会抑郁了。在亲生母亲身边长大，肯定比在小姨身边好啊。我无奈地揉揉额头，叹口气。各位亲朋好友、合作伙伴，大家静静，请听我说。宾客们安静下来，我接着说下去。抚养孩子不但要付出精力体力，还有时间金钱。我也不想抚养。当年我把宁宁留在身边是有原因的，我没有任何私心，我真心为了宁宁好。秦柔不听，直接打断我：你就是狡辩，当年就应该把宁宁还给我，在我身边，宁宁肯定不会抑郁，她也能考上清北。我脸色沉下来，郑重问秦柔：你确定能将孩子养好？16岁的时候，你把别人养的小猫扒了皮挂在树上，猫主人找到你，你死活不承认。后来你又虐杀了很多小猫小狗，都是我爸妈用钱给你摆平。直到19岁被人抓了现行，打得头破血流，你才承认你的恶行。你和对方闹进派出所，是我和咱妈出面把你领出来的。一不高兴，你不是砸东西，就是虐杀小动物。宁宁在你身边能活到现在吗？参加宴请的人群一阵躁动，没想到秦柔还有案底呀！这种恶毒的女人不配做母亲，我们都冤枉秦萨了。现在看来，只有秦萨对宁宁好。被人大声批判，秦柔脸色憋得通红。突然，她推翻桌子，像被下了降头似的，不顾形象大吼：“滚！你们都滚！”酒杯、菜盘被她扬到地上，很快一地狼藉。宾客们被她吓得四处逃散。疯了，真疯了！我让保镖将秦柔制服，又跟各位来宾道歉。这场宴请很快就上了热搜。我没时间浏览帖子，最担心的是女儿。我把她送回医院，陪她住了一晚。第二天派一个保姆照顾她。没想到钱晶竟然来到我公司，进了办公室，他就给我跪下：“老婆，我错了，我犯了天下男人都犯的错，以后我再也不敢了。老婆，我爱的是你，都是秦柔那个狐狸精勾引我，以后我们和儿子好好过日子，好不好？”不好，我直接拒绝他。别人用过的男人，我嫌脏。我签署好最后一份文件，才正眼抬头看他。
钱晶，我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我们离婚，你净身出户。如果你不同意，后果自负。老婆，看在儿子的面上，你原谅我这次。我不想跟他磨叽，索性直接告诉他，你不用拿儿子来威胁我，儿子的亲生父亲不是你。什么？钱晶腾的一下站起来，他表情扭曲，好似抓住了我把柄。秦飒，你这个放荡的女人，竟然背着我找野男人。他得意地揉了揉下巴，毫不掩饰眼里的贪婪。你不是想离婚吗？好啊，家产分我一半，不然我找记者曝光，让天下人都知道你的丑事，我无所谓的往老板衣里一靠。行啊，快找记者来啊，正巧我想把你送进监狱呢。钱晶愣住，我接着告诉他，17年前你为了霸占我家产，想毁掉我名誉来拿捏我，你找人给我下药，让地痞流氓侮辱我，你还记得吗？他们不是没得逞吗？钱晶不打自招，觉察露馅后又急忙改口，秦飒，你别血口喷人。我苦涩的笑，那件事之后我格外小心，处处防着钱晶，他们没得逞，因为我逃出来了。其实那晚上我遇到了另外一个男人，他救了我，还帮我抓住那些流氓。那些流氓不禁打，一打就招出幕后真正凶手。胡说八道！钱晶恼羞成怒，你不想分我家产，就故意污蔑我。你以为我是3岁孩子，安安就是我亲生儿子？你可真会演戏，还凭空捏造出来一个男人。我告诉你，安安的爹是我，只能是我。办公室的门毫无征兆被推开，逆着中午的阳光走进来一个40多岁的中年男人，他面容冷峻，身材挺拔，站在门口冷冷开口。秦飒没有凭空捏造男人，我就是安安的父亲。看清来人，钱晶踉跄几步，顾总，顾怀景。钱晶指着眼前的男人，一脸震惊，您的身份地位怎么能看上秦飒？顾总，您真会开玩笑。顾怀景连个眼风都不给钱晶，径直坐进沙发里，他明明坐着，却有种睥睨天下的气势。钱晶，你没必要震惊。秦飒心软，给你台阶，你不下，那就别怪我心狠手辣。顾怀景双臂搭在沙发两侧，一副轻松舒展的样子。我今天心情好，可以跟你讲讲我和秦飒的故事。我与秦飒是旧识，年少时我出车祸被秦飒遇见，他将我从车里拖出来，救我一命。后来我打听到她是秦家刚找回的女儿，成年之后我想跟秦家提亲，却被你捷足先登。一开始你追求的是秦柔，得知秦飒是真千金后，你抛弃秦柔，追求秦飒。通过这件事，我了解到你人品不好，怕秦飒吃亏。这些年我一直关注他，他的司机是我的人，他的秘书也是我的人。那年你找人给秦飒下药，他在大雨天逃出来，他晕倒在街头，我带他去医院治疗。钱晶表情扭曲，开始大吼，于是你们就苟且在一起，你们给我戴绿帽子，生了安安、顾怀景。王女还是青年才俊，年轻人的榜样，你竟然与我老婆私通，看我不曝光你，我要让全天下的人看清楚你丑陋的面目。顾怀景神色未变，只抓起手边的水杯，扬手朝钱晶脑门抛过去。钱晶尖叫一声，捂住脑门，鲜血顺着他指缝流下来。顾怀景微微蹙眉，冷声道：你可以侮辱我，但请你不要侮辱秦飒。秦飒是个道德感很强的人，他明知你跟秦柔苟且，却不肯背叛你，更不接受我的感情。钱晶张嘴对顾怀景制止，你不用怀疑秦飒的忠诚，这么多年除了生意上的往来，他从不与我单独接触。顾怀景无奈笑了笑，我真希望秦飒跟你一样是没道德底线的人，那样我们也不至于蹉跎这么多年。顾怀景，你别说了，我打断他，都40多岁的人了，说这些事怪让人难为情。钱晶嘴巴张得能塞进一个鸭蛋。顾怀景，你在跟我炫耀你对秦飒的爱。钱晶扯着脖子吼，现在我还是她丈夫，你竟然当着我的面跟我老婆表白。顾怀景目光如剑，落在钱晶脸上，你马上就不是她丈夫了。现在我给你2个选择，一是离婚净身出户，二是我把你这些年干的丑事都翻出来，你去坐牢。顾怀景是世界富豪榜前50的人物，黑白2道通吃。钱晶被震慑，他不得不答应。离开前，他不甘心地问顾总，安安究竟是谁的孩子？顾怀景拍了拍手，门外有保镖进来，将钱晶拖了出去。钱晶，你不配知道我的私事。钱晶不知道，我是知道的。当年我生下一个女儿，因为先天不足，生产时夭折了。顾怀景妻子也在那天生产，但他妻子因难产去世，留下一个儿子。于是他找到我，我收养了他儿子。那家医院是顾怀景的，钱晶买通护士和大夫的事，他都知道。于是我和顾怀景联手，顺水推舟，让钱晶阴谋得逞。至于那张亲子鉴定，是顾怀景找人做的，以他的人脉做一张假的鉴定，易如反掌。离婚之后，我去父母的墓前告诉他们，从墓地返程的路上，警察给我打来电话，告诉我秦宁宁杀人了。
我赶到医院，宁宁四肢被绑在病床上，打了镇静剂，她睡着了。大夫跟我介绍说，秦柔和钱晶来看她，想认回她。宁宁不同意，秦柔和钱晶就打起亲情牌，要宁宁手里的股份占公司份额的10%，是我给宁宁的，用来保证她下半生衣食无忧。秦柔和钱晶的贪婪刺激到宁宁，宁宁拿水果刀捅杀2人，秦柔当场死亡，钱晶昏迷不醒，成了植物人。宁宁的病再次复发，连我都不认识了。我将她送到国外疗养，人到中年，好多人都离开了我。突然间，我失去了奋斗的动力。偌大的别墅只剩下我一个人，我抱着身子蜷缩在沙发里，偷偷的哭。以后这个世界上也只有我一人了。客厅的灯亮了，儿子和顾怀瑾笑着朝我走来。妈，别伤心，你还有我和爸爸。忽然间，我泪如雨下。